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幸运的男人。他竟然在大雪降临前发现了一间藏在中国利亚深山的小木屋。北部森林突降一夜大雪，导致封山24小时。背包客约翰意外被困山中，依靠着丰富的生存经验，他在这里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雪地自救。现在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，他一边利用望远镜查看周围的情况，一边向前走过去。刚走到山脚下，他竟然看见了一间藏在树林里的红色小屋。于是他走过去，开始查看里面的情况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让你带3件装备在这地方等待封山结束，你会带什么呢？大胆的说出来，我看看谁带的装备最专业。如果是我，我就会先带1卷塑料薄膜，先把小屋绕几圈之后再说。经过观察，约翰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把铁锨。之后，他开始对门口进行清理。约翰猜测这间小屋应该是猎人安全屋，遇到大雪封山，猎人们就会住在这里过夜。不过看屋内情况，这里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使用过了。外面的雪还在持续，约翰认为躲在这间小屋过夜就一定比在丛林中搭建庇护所要更安全。木屋虽然窗户都没有了，但好在结构和屋顶还很完整。现在的他要开始对屋内进行清理，在木屋躲避风雪就是他现在最好的选择。虽然现在刚刚进入秋季，但中伯利亚的气温晚上已经快达到了冰点。约翰的背包内有一个抗寒零下20度的睡袋，只要夜晚不刮风，他躲在小屋里就完全没有问题。他先在小屋的墙角将睡垫铺在地上，这2面墙相对比较完整，依靠在这里能让他最大限度地避开吹入的冷风。看着外面飘雪的情况，约翰分析，这场雪大概率过了今夜就会停止。有了木屋的保护，明天封山结束，他就能找到人员送他下山。而现在他要喝一些热水，先让身体暖和起来。北部森林的夜很长，天色在变暗的同时，外面的温度也在下降。约翰在烧水施暖了暖手，在这种天冷的环境下，喝热水是最快速让身体回升体温的方法之一。外面的雪还在持续的下，他回想了这2天的遭遇。北部森林是他入冬前最常穿越的路线，但遇到大雪封山，他还是有一些紧张。幸运的是，他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并没有盲目前行，还找到了一间木屋当作掩体。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约翰躲在木屋里看着外面的雪花，他感觉很放松。睡前他走了出去，方便了一下，再次回到木屋。他认为这间木屋简直是森林中最完美的庇护所。现在的他只要度过今夜就能走出去，山下的不远处就有几个村庄。坐在睡垫上，他喝了几口水后就要钻进睡袋准备休息了。约翰的睡袋可以在雪地抗寒零下20度左右，小屋拥有完整的地板，这比在雪地上直接睡要暖和很多。只要躺进睡袋，他就不会感觉到一点汗。虽然屋外雪花纷飞，约翰躺在小屋内的拐角处，躲在温暖的睡袋里，他感觉很舒服。也许是今天太累了，刚躺下没一会儿，他就睡着了。